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你们总说成佛需要放下贪念，需要区分正邪，需要放下情欲。但既然人世间自有羁绊爱恨，那放下七情六欲需要经历什么样的痛苦，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追求真经之路，是为度一人，还是度众生？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啾啾。本期视频呢，让我们继续来讲讲第4回取渡紫渊。故事要从盘丝岭的一只老妖婆说起。这老妖婆8节4世都要大设赏花宴进补，每次进补必成亲。隔壁巫山夫人便差手下猪妖送来这贺礼。这个成亲啊，实际上是妖婆抓来金元，以便于加强修炼。而这个老妖婆呢，就是咱们这一关非常重要的人物大蜘蛛精，也就是之前游客宣传片戒网中的那个身着红披风、额头点缀花钿的白发老婆婆。那么她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这会儿2只从巫山来的小猪妖扛着巫山夫人送来的贺礼就往村里走，嘴里呢还悼念着巫山夫人跟老妖婆的故事。没成想宝箱里塞的竟是那天命人和猪八戒。2人被颠簸的箱子和说话声给吵醒，一个翻身，猪八戒就把2只小猪妖给打倒在地。抬头一看，屋檐上竟坐着一名十分漂亮的女子。她听到猪八戒的搭讪后微微一笑，化作一道紫烟消失在了空中。她就是因为精致貌美的容颜而人气超高的四姐，不过大家都喜欢叫她四妹，那我也统一下称呼叫她四妹吧。天命人从箱子里钻出，带着八戒一起顺着灯笼光亮的方向往村里走。一路上猪八戒絮絮叨叨讲了很多以前的故事。当年取经4人组路过此地时，唐僧执意要自己去化缘，结果这下好了，让山里的7个女妖精给抓了去了。猪八戒絮叨道：“我猜师傅必然是想看那村里的年轻姑娘踢气球，才嚷着要来的，给那师傅好一顿吐槽。”眼见的唐僧有去无回，远远的庄院里面还泛着光亮，甚是蹊跷。孙悟空便赶过去一探究竟，把那土地老儿唤了出来，才知道原来这里叫盘丝岭，岭下有个盘丝洞，洞里有7只貌美如花的女蜘蛛精，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在那3里地外呢，有个之前7仙女总爱戏水的卓构泉，后来让蜘蛛精给霸占了。这会儿妖精们应该要准备去洗澡了，于是孙悟空变做一只老鹰，把那妖精们的衣服都叼走了，让他们不好行动。为什么猴子不直接动手杀了他们呢？悟空觉得好男不跟女斗，怕污了棍子低了名头，所以干脆把衣服拿走，让他们不便于行动，趁机再去把师傅给救出来。结果拿了衣服回去见2个师弟的时候，这猪八戒倒是起了歹心，嘴里说着得先把妖精给杀了呀，不然晚上他们回家拿了衣服，不还是要抓走师傅？其实我看了，他就是想去看那几个女妖精洗澡呢，不然怎么就抖擞精神欢天喜地了呢？果然到了那卓构泉之后，八戒就开始调戏妖精们，要跟他们一起洗澡，还化作鲶鱼精在水中戏弄妖精，往人家腿裆里面乱钻。这些啊都是《西游记百回原著》里面原本的剧情。在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剧情中呢，制作组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改编二创，通过老猪的牢骚话与2姐见面时的对话，还有最后结尾的动画得知，当年取经4人组来到此地时，猪八戒认出了7个蜘蛛里面有一个是曾经在天庭上爱恋过他的仙女紫珠儿。当年他还是天蓬元帅那会儿，赴王母娘娘举办的赏荷宴时，对那白裙白发、舞姿妙曼、姿容出众的灵武仙子一见钟情。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热知识：嫦娥指的是一个官位，只要是太阴星君，也就是道教中的月神，他的侍女都可以叫做嫦娥仙子。隐神图中也说了，这是太阴星君安排来跳舞的仙子。在结尾动画中是这样演绎的：当天蓬还陶醉在白衣仙子的容颜体香中，想要往前追上她时，却意外撞到了旁边一位身着紫纱霓裳的仙娥。这位仙娥呢，便是紫珠儿。年轻漂亮的紫珠儿对意气风发的天蓬元帅是一见钟情，但天蓬元帅并没有特别注意她，而是一直惦记着刚刚那名白衣仙子。结果追着追着，意外发生了，他撞见了白衣仙子与另一位男神仙的私会。在原著《西游记》中，猪八戒是因为醉酒调戏嫦娥仙子而被贬下凡界，投了畜生道，成了猪妖。而游戏中的动画表达被贬下凡的原因还加了一层，撞见了仙子与神仙私会。这个神仙的身份，网上各种猜测，有的说是吴刚的，有后羿的，还有说是太白金星的。但大部分人都认为是玉皇大帝，毕竟贬天蓬下凡当年也是玉帝的旨意。但这里我认为动画是艺术化表达了，并不是说真的看了一眼就瞬间下界了。实际上呢，是有这个王灵官巡视告发而被贬的桥段。那他巡视总归要巡视点什么东西吧？
总不能是他看见猪八戒看见了人家私会就给人贬了，这不是很合理。再结合这个月玉兔和日金乌的描述，这二者珠联璧合，似乎就是在表达私会的俩人身份，也就是月玉兔和日金乌。所以我猜测那个白毛的灵武仙子是月宫里的玉兔仙子，就是这个月玉兔，跟这个日金乌本来就是天造地设的登对眷侣。你天蓬就算再有本事，若是胡搅蛮缠人家姑娘啊，自然也是要把你贬下凡界的。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准，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判断。这天蓬元帅下凡以后依旧是不改好色本性，见到可爱美丽的小姐姐又是追了上去。接着画面一转，时光流逝，来到了取经时间线的盘丝洞。在那浊垢泉边，即便都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模样，八戒化作一只鲶鱼精潜入水中，猪八戒和紫珠儿一个对眼便互相认出了对方。动画这里用了很多的笔墨来描绘两人感情的真挚，水下化作野兽形象缠斗撕咬，表现了爱意的浓厚与热烈。接着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两段人物画面闪回转场，紫珠儿放不下爱情的执念，痴狂成妖，样貌逐渐狰狞。但猪八戒从决定踏上取经之路之时起，内心便逐渐变成了人。动画这里的表现是将内心的变化具象化了，因此也暗示了他们将踏上不同的道路。最后八戒醒来，看着被摧毁的庄院，狠心回头跟上了师父和师兄们。他的内心何尝不是在挣扎痛苦呢？只可惜与那至尊宝一样，带上金箍我不能爱你，放下金箍我无法救你。虽然我猪八戒向往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逸生活，但现在我必须挑起重任，跟随师父取得真经，就算舍不得也只能放下尘缘，了断情欲。来到朱家大院的大门外，八戒感叹道，如果不是那次师父独自前去化缘，也就不会引来大师兄，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破事儿。如果不是妖精们一心报复，也不会白白搭进去小命。一去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当年说到这儿他欲言又止，还悼念着事过无悔，这其中还隐藏着什么？我们先按下不表。一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虫类的小妖，什么蜻蜓精、猛虫精、马蜂精，在原著中对应的是7个蜘蛛精，有7个干儿子，有名唤作蜜、马、雏、斑、猛、辣、青。当妖精们往黄花观逃跑的时候，便是唤出了这几个儿子，变化成成千上万的小虫帮忙断后。孙悟空呢，则是拔了根毛，变作黄、麻、带、白、雕、鱼、瑶7种鹰，一嘴一个，抓打吃敲，把这些小虫子收拾得干净利落。眼前的这个朱家大院是之前朱子国纺织大户朱氏的祖宅，也是被那蜘蛛精们占了山头，做这些凡间的买卖。诸侯二人化作先前扛着贺礼来的巫山猪妖，敲响了大门。开门的夜叉鬼邀请二人进去吃席，结果一进门，伪装就被二姐给识破了。这二姐呢，也是个蜘蛛精，我估摸着应该是之前的老蜘蛛留下的子嗣。她也管那老妖婆唤作母亲，还指责猪八戒当年在这山里杀人放火，毁了母亲的清白名誉。猪八戒不屑一顾，哼，都当野妖精了，还提什么清誉？说实话，他呀就是故意嘴硬，不想跟这帮妖精们扯上关系，害怕连累了他们。但这二姐呢，也不惯着猪八戒，一言不合化为原形，大战一触即发。二姐的原型是一只翠绿色的大蜘蛛，腹部好似长满青苔，凶狠野蛮的姿态让人寒毛直竖，与刚才的人形模样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八戒和天命人合力战斗之下，这只绿蜘蛛很快就落入下风，踉跄着爬上了屋顶，从腹部射出了一发金针。八戒只觉一阵目眩，打起精神来，又与小蜘蛛一阵唇枪舌战。那位尸首还没凉，又找了个新猴子拜做师兄。二姐的这番话可谓是戳中了八戒的软肋啊！就此也引出了我们后面的故事，也就是此行所要找的那个东西。气急败坏的猪八戒抛下天命人，独自追了进去。天命人环顾四周，在院子里寻找了半天，只寻得一个大洞，再无其他路可走，不得已只能跳下，结果却被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困住，动弹不得。此时一只大蜘蛛直扑过来，吓得我电脑都黑屏了。再次醒来，天命人已经躺在了盘丝洞中的一张床上，事不宜迟，得赶紧找到老猪才好。可这盘丝洞里是弯弯又绕绕，一路上忍着恶心，吊着鸡皮疙瘩，总算是清理了各种样貌丑陋无比的虫怪们。还没喘口气儿呢，碰上了独敌大王的蝎太子之一。这独敌大王先前带着4个儿子来黄花观投靠白眼魔君，本想着跟盘丝洞里的几个姐妹商讨结个亲家，结果这山野村夫一般的蝎子精、蜘蛛精们是一个都瞧不上。确实，这实力也是真的弱，3两下就被天命人给解决掉了。一路探索，这儿可谓是别有洞天，错综复杂。在碎玉池的土地庙这边有个刷灵运的好地方，提前换上我们在上一章屠夫界的小张太子身边拿到的双头鼠变身法术，走到蜘蛛茧团之间，发动法术爆驱，
直接收获巨量的经验和灵运。这里呢可以无限刷新。如果想要提升等级和钱，别忘了提前拿到双头鼠变身法术，来这里享受爆炸带来财富的快感。径直往前，居然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怪姐，其中还传出声音：一窍通，百窍通，金帆也该换我飞升了。天命人上去哐哐两棍子就敲破了怪姐，黑手刀人从中破茧而出，他手持长刀，背后长有6只部族，虽保有人形，但明显已被妖化，嘴里还叨念着自己这样是完美的身躯。在激战中，他背后的怪肢被打落，见情况不妙，放下狠话，化作蜈蚣遁走了。寻寻觅觅间，天命人来到了花间桥，离着老远就听到了叫唤。凑近一看，原来是2只灯笼怪。此时远处飞过来一把小刀，将灯笼击落。原来是在大院门口曾有过一面之缘的蜘蛛精四妹。其实之前坠落大洞之后，在蜘蛛网上，我们也是被四妹给救下的。醒来之后，天命人甚至还是躺在床上的。哎呀，他还是那么温柔体贴，那么疼惜我呢。四妹告诉天命人，里头藏着不得了的宝贝，说罢便消失了。果然，这里头确实有不少给蜘蛛老夫人的贺礼，让天命人摸了个爽。但其实他口中真正的宝贝应该是更深处的情郎仙，一只人手金身的虫豸，它由下界的仙卵孵育而成，但凡间仙韵不似仙界那样充盈，就和南莒北至的道理一样，因为水土不服，形貌迥然不同，羽化成了别样的生灵。同时呢，它还会产出如血囊一般的虫卵，若被生灵吞入腹中，幼虫便会啃食其5脏6腑，羽化出不同的虫体，而正常发育的卵则会羽化为凡胎情郎，可以吐丝作茧，困住猎物。猎物在茧中会因为毒素的作用而被异化。其实它除了口吐秽物，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但在隐身图中的最后一句话细思极恐啊，它能在世间繁衍至今，必是能给某些人带来不为人知的好处吧。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处泛着紫光的塔前，天命人遇到了想要接下塔上符咒的四妹，结果四妹却被符咒弹开。这符咒是天庭设下的结界限制，此地还有3处符咒，就是为了不让妖怪们离开这里。天命人跟上前，四妹劝阻道：“不要惹祸上身，多管闲事。”但咱们岂是能见死不救的？只消轻轻一接，符咒便消失不见了。来到千红窟，这里一地狼藉，地上堆积了许多的石块，定睛一看，居然都是人的头骨。这个时候，一只巨大的百足虫从天而降，与天命人打成了一团，展足扑腾，爪似锥，獒牙狠毒，喷邪风。这百足虫除了冲击和喷毒以外，最标志的招式就是屈起身躯，发动车轮滚滚向天命人攻击。不过它已经很难给现在的天命人带来什么麻烦了。百足虫因为身形巨大，动作缓慢，因此需要通过翻滚的动作弥补机动性，快速近身。它并不能很好的控制翻滚产生的惯性。抓住了这一弱点的天命人，通过预判百足虫的运动轨迹，很快将其打败。随后，天命人在洞中救出了被蜘蛛卵困住的老马。是哥们儿，你之前不是还在黄梅座下加入了摆烂神教吗？这会儿我们才得知马哥的真实身份，他是火焰山牛魔王的手下大将。但是在大圣陨落之后，牛魔王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将小弟们遣散。他听说还有个天命人一路打杀，是要救活孙大圣，于是他一路求人，就是想为了助天命人一臂之力。这会儿真是想通了，求人不如求己，准备收拾收拾回火焰山，约眼前的猴兄在那边碰面。但是他没有发现的是，眼前的这个马楼就是他想要找的天命人。也许是名字里带了一个人字，让他没有联想到猴啊，换个天命猴的说法，可能就认出来了。只可惜天命人是个哑巴，说不了话，这下只能等到火焰山再聚了。告别马哥，继续向前。天命人路过紫塔，顺手撕下了符咒，在旁边的匣道里赫然挂着一只佛手。天命人从佛手中抢过照古镜，开启了与右手虫的战斗。这玩意儿是由白眼魔君利用情郎仙的卵结合一双巨大的臂膀炼化而成，身似风，尾如手。原本是左右手都有的，但左手虫躲到山中修行去了，就剩这右手虫爱守在这匣道里，利用地形的优势将入侵者捕食。除了普通的拍打之外，还能射出金光，似乎也曾有一些先例。在战斗中，虫子的身体还会落下，在整个过道中吐出毒液。稍费了点功夫，天命人终于是击败了右手虫。这个时候，四妹又出现过来帮咱们了，我就知道她心里有我。她用蛛丝拉回寓意飞走的右手虫，缠在崖上，为天命人搭了一座桥。这里呢，他还管天命人叫臭猴子，这么亲昵的称呼，说明俩人之间定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多人疑惑四妹为什么要帮我们，还记得最开始我们第一次掉进盘丝洞的时候，也是四妹救了我们。这里呢还称呼天命人为臭猴子，说实话这个称呼非常的亲昵，游戏中其他人是没有这样叫过的。而通过一些小妖和 BOSS 的只言片语，比如又是猴子，又有猴子闯进来了，还有猪八戒又是个哑巴之类的话语，说明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有许多天命人轮回过了。而且第一次和四妹见面的时候，从她的表情就能看出她认出了我们。
可以看到初见时的四妹和后面见到的不太一样，并没有泪痕，而且在看到我们之后，先是一惊，皱了下眉头，而后欣慰地笑了笑，可以说是对遇到天命人的惊讶和担忧还有喜悦是溢于言表。另外呢，我认为在帮助天命人的背后，其实是四妹对自由的渴望。当时独敌大王带着4个儿子来说亲的时候，只有四妹直言不讳地指出，你们有本事就自己挣家业，别想让我们几个姐妹赔钱嫁汉。她是渴望自由，拥有反抗精神的。因为天庭的封印，她知道盘丝岭这辈子也出不去了，姐妹们几个在这里也只是81难的一个棋子，所以在见过天命人不服输的劲儿之后，十分的敬佩和欣赏。在面对最后一个符咒时，独自赶赴挑战命运，如果能解开这封印，便能不受天庭的控制，所以她才会帮助天命人度过各种难关。只可惜她的山外青山终究还是没能与她去看呀。在洞里探索一番后，我们终于是找到了八戒。此时他在更下层的地方，精神恍惚，被控制着，跟在二姐的后面。诡异的人形灯笼又在复读着大喜。这里是盘丝洞深层的庭院，牌匾上写着若仙庵3个字，里面的姐妹们还在嬉笑打闹，把八戒唤作新郎官。虽然他们的母亲对八戒日思夜想，但女儿们却觉得他生得憨丑不过母亲喜欢就好嘛。从几个姐妹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们的母亲对八戒只是一片痴情，即使曾经被伤害，依然难以放下。交接完之后，大姐带着八戒走向了母亲的蓝房，并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房门推开，从里面走出一位身着红袍的银发老人，他一脸慈祥地看着八戒，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能回来就好。这里的母亲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老蜘蛛精，天庭的紫衣仙女紫珠儿，深爱着天蓬元帅的纯情少女。在黑神话悟空的游戏剧情中，天蓬被贬之后，他因为过于思念而下凡成了妖。好在西游取经一行终于是等到了猪八戒，虽然最后猪八戒并没有留下来，但是在黄花观里大战百目魔君时，八戒打死了其他的蜘蛛精，却唯独放走了跟自己有孽缘情愫的紫珠儿。这也就是最开始猪八戒在朱家大院门口嘀咕时提到但却没有说出来的秘密。老蜘蛛这里出门迎接八戒的时候，可以看出他特意画了一个跟之前在天上当仙女时候一样的花钿妆。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君知否啊。接着便是叫了几个女儿，准备安排筵席，要热热闹闹的把这婚事给办了。天命人一看这可不行，得赶紧把八戒救出来才好。但这盘丝岭的路实在是太过于错综复杂，洞底有座桥连接着外面的斗龙壁，第3只蝎王子也被天命人轻松拿下了。在这里我们会了解到4毒龙王的故事，因为篇幅过长，而且在大结局之前对剧情的连贯性没有特别的影响，所以为了第4章内容能尽快完成，我决定后面单独出一期给大家讲讲，先给小伙伴们道个歉。拿下第3位蝎王子之后，天命人继续往盘丝岭的下层追赶八戒。在路上的水池里又遇到了一只大蛙波里个波，它有着偏向玛瑙的肤色，能够口吐毒液，非常符合盘丝洞的气质啊。蛙蛙们招牌的扫堂蛇在这里居然变成了口中吐出一只手，细看便是和右手虫对应的左手，也就是那只去山里修行的左手虫正好被波里个波给吃了。那这双手的主人是谁呢？我们先按下不表。终于是赶到了若仙庵，但原本在这儿嬉笑的姐妹们早已不在，留下的则是双眼红光的八戒。他已经被蜘蛛精控制，性情大变，体型也变大了不少，手举钉耙便要与我们一战。之前日日夜夜的并肩作战，八戒的动作和招式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在一阵棒耙的碰撞敲打之后，八戒趁一时稍有恢复，让我们不要管他，并化作黑烟离开。追上前去，天命人发现八戒的病情加重了，把我们看成了孙悟空，还喊我们弼马温，声称要在这里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快活日子，不跟天命人走了。OK， 2番战斗开启。这里明明叫卓构拳，池中却满是黑泥，钉耙扫过，污泥横飞。八戒包裹着黑泥，化作鲶鱼以及黑风，使出各种招式与天命人缠斗。忽然他痛苦万分，躺在泥中打滚嚎叫。再站起来时，已经变回了一嘴獠牙的黑棕野猪，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生果黑泥又化作鲶鱼形态，在战场如游龙，施展他的36般变化，化作犀牛蛮横冲撞。一番激战之后，八戒终于被打回了原形。在他恍惚之际，天命人身上的照骨镜飞上前去，曾经天蓬元帅的英俊脸庞映入镜中，照得人恍神。万千思绪涌入心头，急得他摔下镜子，捂住脑袋。袖珍从眉心掉落，成功解除了精神控制。但高崖之上飞出的蛛丝再次将八戒掳走。拯救猪哥之路道阻且长呀！一路砍瓜切菜，天命人拿下了最后一只蝎太子。可怜的独敌大王就这么被天命人吃了绝户啊！不过他们确实没什么本事，只能被安排在盘丝洞里干些看守或是巡逻的工作。
等天命人追上山里，看到八戒已被蛛丝一整个包裹，倒吊在空中。根据游戏中的剧情来看，这老蜘蛛就是取经西行时八戒手下留情的风流债。当初情况危急，悟空叫他去灭那几个蜘蛛精，八戒得令用钉耙把妖怪们挨个打成肉泥，唯独是将这紫珠儿打伤，放走了他。在师徒4人走后，紫珠儿靠着姐妹们的血生骨肉才苟活了下来，身子却落下了不少毛病。原著中，在师徒离开盘丝洞时，悟空只是放了一把火烧掉了这里，并没有为难这几个女妖精。第二天，师徒几个继续赶路，却误入了蜈蚣精的黄花观。这蜈蚣精与7个蜘蛛精同堂学艺，属于师兄妹的关系。他们几个前日被烧毁了老巢，没办法，只得讨来师兄的道观。谈话间，蜈蚣精从师妹那里得知了唐僧乃10世修行的真体，吃一块肉即可长生不老。又因为之前师妹受辱于他们师徒，于是便做了4杯毒茶，意欲报复，正好能吃了唐僧。在原著里，唐僧、沙僧、猪八戒先喝了茶，直接倒下了。孙悟空则是变出了70个小行者，把7个蜘蛛精逮住不放，要挟蜈蚣精放了他的师傅和师弟。结果他是更想吃唐僧肉，所以不管不顾师妹们的安危，拒绝放人。孙悟空这才不由分说的把那7个蜘蛛精尽情打烂，脓血淋淋。所以猪八戒这里猜说，要怪就怪蜘蛛精的师兄，是他把唐僧肉看得比师妹的命还重。但蜈蚣精事后拿出了那个东西给老蜘蛛续命作为补偿，才能让他一直撑到现在与猪八戒相见。谈话间，紫珠儿从袖中放出了一小猪，落在地上化成一长相清秀的小女孩。她抬头看到老猪，被吓得躲在了母亲的身后。八戒问：这女娃又黑又丑，是谁的孽种？好了，现在你们3个人当中有个人又黑又丑，你猜猜是谁？这个女娃娃就是六妹，她确实是猪八戒和紫珠儿所生，耳朵很大，跟猪八戒确实有几分相似啊。但是在这里，她并不能与其相认，毕竟天上的人每时每刻可都是在盯着的。如果她与女儿相认，那么她的软肋便又多了一根，就会被天庭死死拿捏。恰好此时天命人赶到，紫珠儿嘴里还说这些嫉妒猴子的话语，化作蜘蛛模样，就要把天命人剖心挖干。和前面2姐化成的猪形相似，紫珠儿的毛色泛紫，同样也可以吐出毒液和蛛丝。在和紫珠儿的战斗中，八戒虽然被吊在空中，嘴里还不停地开着嘴炮。毕竟这蜘蛛精年纪大了，体力不支啊。经过了一番打斗之后，挂上蛛丝逃走。这时洞中爬出了铺天盖地的小蜘蛛，八戒让天命人赶紧追上前去，经典的他自有办法。但天命人却在追赶的途中遇上了坍塌，不幸跌落山崖。危难之际，崖上又是4妹伸出了蛛丝将我们救走。见天命人安然无恙，便径直离开。这里也可以看出，这只蜘蛛就是当时我们掉入大洞的时候向我们扑来的那只。天命人就此来到了黄花观，在观中见到了正在练兵的虫总兵。他看似保持人形，但脖颈处却有形似昆虫的部位。在战斗中，他会嘀咕着出不去，打死我吧等话语。这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的秦狼仙。也许这类长出虫身的人都是因为某种实验而受其毒害。在观内的一处偏院，我们遇到了在此抚琴吟唱的葫芦仙人。他解释了紫珠儿的来龙去脉：本是女中仙，思凡堕9天，作茧覆洞中，人间又1年。可以看出，当年紫珠儿遇到天蓬以后，是主动下界寻找猪头的。在游戏外也衍生出了一个地狱笑话，打听到了吗？天蓬投胎成了什么？好像是蜘蛛。好的，那我也要投胎成蜘蛛。在此，葫芦仙人也让天命人劝猪八戒不要陷得太深，毕竟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在身呀。深入观中，来到金光院，刚踏上台阶，便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声大喊：快走！等到天命人拆除一路上的最后一个子服时，从天而降一只血手为头、身长白翼的怪人。此人名为王灵官，乃是玉帝最忠诚的纠察。天蓬元帅被贬下凡，就是王灵官告状导致的。而他头上的右手竟是玉帝的奖励啊！王灵官至，犹如玉帝亲临。在激烈的打斗中，一位鹤仙人从天而降，叫停了战斗，声称我们莽撞闯祸，搅了天上的买卖，还烧上了一个自不量力的女娃。他会将她炼成金丹。说罢便潇洒的飞走，留得我们愣在原地。被鹤仙人抓走的女娃，就是一路上帮助我们的蜘蛛精4妹。路是他指的，桥是他搭的，宝贝是留给我们的，命也是他救的。都别说岭外的绿水青山了，就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为什么偏偏要抓他去炼丹呀？是因为一路上对我们的相助阻碍了天庭的好事儿，还是因为他本就怀着一颗向往自由、反抗命运的心？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也是被太上老君关在炼丹炉里炼丹，这就是天庭对于反抗者统一的手段吗？在鹤仙人驻足的檐下，恰好我们能捡到一枚9转金丹。在盘丝洞里，这一路能寻来的金丹有不少，
唯有这一刻最让人唏嘘。不过贺仙人在这里说了一句，若是天命人下辈子还要闹腾，记得来天上取那颗仙丹。合理怀疑有颗真的会出 DLC， 讲讲天命人的下辈子和四妹后续的故事。来不及悲伤了，继续向前，天命人再次见到了黑手道人。他表示他是为了我们舍身入卵，非但不道谢，还砍断了他的手，要与我们继续一战。其实这个黑手道人同之前的白衣秀士、黄袍员外、翠丽武士一样，都是得到了二郎神的嘱托来这里考验天命人，并适时的给予一些帮助的。黑手道人自愿加入观中，待了100余年，并且以身试毒，想要探明蜈蚣精、白眼魔君到底在搞些什么歪门邪道。还记得之前我们所说的情郎仙吗？吃下情郎星的卵就能被异化成虫体，若是让凡胎情郎包在茧中，则可以异化躯体，进一步修炼功力。之前我们在碎玉池见到的被包在茧中的黑手道人，正是在那里修炼出了背上的6只部族，不过当时被我们打落了几只。这次他双手使刀攻击势如闪电，在战斗中天命人打掉了他最后的2节怪质，他才发现加强炼化出来这玩意儿其实并无作用，也就是说入茧炼化根本就是白眼魔君的骗局，他只不过是想要异化那些弟子们能更听从他的指挥罢了。黑手道人与我们再次酣战，可惜依旧不敌天命人。在他倒下之前，指引了我们要去紫云山寻找那根针。走向黑手道人所指的壁画，我们侧身进入了画中的隐藏区域紫云山。映入眼帘的就是连接空中的巨大丝线，天命人每走2步就能听到女生的自言自语，希望好心人寻回夫君的尸首。声音的来源居然是一只缠在树上的巨蛇。他本和夫君住在山顶的庄子里，忽有一天不知道从哪杀出的虫妖强占了此地。听闻天命人也要去后山，建议他多备一些解毒的草药。这里的巨蛇，我认为是结合了原著中的骊山老母虚构的一个后世人形象。在原著中，当年的孙悟空把7个蜘蛛精一并打死，那蜈蚣精一看急眼了，与大圣大战50-60个回合之后，放出了自己的绝招金光笼罩。孙悟空被困在金光黄雾中，乱了手脚，慌忙中还把头给撞破了，最后只好化作了一只穿山甲从地下钻了出来。这个时候，骊山老母化作的老妇人也是用了一副夫君被妖怪所杀，哭哭啼啼意欲报仇的姿态出现，并被孙悟空搭讪上。2人一商量一合计，骊山老母支了个招，让孙悟空去紫云山的千花洞找到毗蓝婆菩萨。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啊，这毗蓝婆菩萨手里有个绣花针宝贝，是从他儿子卯日星官的眼睛里面炼成的。2人来到黄花观，菩萨取出绣花针往空中抛去，一声响亮破了金光。来到这观中，毗蓝婆菩萨拿了解药供唐僧3人服用，便是解了毒苏醒过来。而那个老道士蜈蚣精则是被毗蓝婆菩萨收回洞里看门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第1章的黑熊精，第2章的黄风怪，第3章的黄眉，以及这一章的蜈蚣精，都是曾经西行路上被佛祖菩萨收服的妖怪。这次天命人重走西游路，他们却是路上的阻碍和最终的 BOSS。这其中定然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等到后面咱们再慢慢解开这个谜团吧。进入绕仙居，我们见到了在这醉酒摆烂的毒敌大王。天命人打破地上的酒坛，急得他一跃而下，与天命人打作一团。这毒敌大王本是蝎子精，在西游取经时期，他的爱人被助力取经团的卯日姬所杀，在那之后他就潜心修行。后来听说黄花观的观主乃是虫妖中屈指一手的高人，并且也与卯日星官有血海深仇，所以他投靠过来。在与天命人的战斗中，他不仅能使出各式各样的鳌拳，还能用带毒的尾针插入地面，制造大范围的毒池。灵活的尾巴就像闪电鞭一样，使出1下2下甚至4连鞭。在打倒他之后，他还会念叨着要报杀妻之仇。在落花庄，我们遇到了一位蒙面道士，他见天命人尖嘴缩腮，怀疑他中了虫毒。不是哥们儿，你是没有见过猴吗？他向天命人介绍道，谷中有一种异虫，名为情郎，生食其卵可功力大增，但幼虫孵化会将人的5脏6腑全部啃食殆尽。他的师兄都贪功冒进，吃了没救了。想让我们帮他了结一下他的同门，顺便带一个虫卵回来，他来找找破解的办法。从隐身图中我们得知，黄花观每10年大开门庭，广招一批弟子，会有3种不同功法的派别，执杖的、使拂尘的，还有御剑的。他们练功练气，艰苦修持，最后功法成熟有悟性的弟子会被这黄花观的老道长，也就是白眼魔君带去紫云山，哄骗着吃下藕荷色的情郎仙的虫卵。运气好的呢，就化身为了各种人不人虫不虫的怪物苟活下去；运气不好的，当场就被这些虫羽师给吃了。现如今道观里随处可见各种似人非人的怪物，与3种不同功法的小道士一起生活。扫荡完了观中的这些怪物之后，我们得到了藕雹，回到庄内给到这道人的手里，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要留下我们的猴头，直接拔剑亮血条了。
这名道士名为糜道人，他的父亲是一名知户，听闻朱家有一个神奇的玉梭，能制出如月如云般的降真砂，便起了歹心，趁夜里去府上偷梭子，最终呢却是被反太秦郎抓住，包成了茧。父亲久出未归，母亲寻访朱家，却被告知他抛弃妻儿，入赘了朱家。母亲认为父亲是被妖精迷了心窍，于是日夜悲切。少年见母亲如此难过，是要杀妖精为父报仇。长大之后，他来到了盘丝岭的朱家大院，在被小虫妖们抓住的时候，被蜘蛛精六妹给救了下来。因为平日里没什么同年龄的玩伴，六妹就允许少年在洞中住下了。但他其实内心还是想要杀妖精报仇，结果自言自语被马凤金偷听到之后，告诉了家主。第二天，一名青衣仙女，也就是蜘蛛精四妹，带人过来抓住了他，扔进了虫窟里。结果少年在虫窟里遇到了之前用车轮滚滚对战天命人的百足虫。少年呢也模仿他的样子，蜷起身躯抱成球，被虫子们默认为同类，于是没有伤害他。最后他在洞中历经艰险，艰难脱身。没想到回到朱子国之后，众人们纷纷上门，希望他能带领大家前往岭上寻找那传说中的玉梭。最终在朱家大院里，众人被一只青色的大蜘蛛悉数剿灭。那只青色的蜘蛛正是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青衣仙女。最后独留少年一人流落在荒村里，加入了黄花观。观中往来的尽是些妖怪，他自己也没什么办法，最终只能拜师学艺。既然无法改变，就只能加入他们了。他拜的这个师傅就是白眼魔君。当少年询问成妖捷径时，又是那熟悉的话术啊：紫云山中有种异虫名情郎，生食其卵便可飞升成妖。在天命人第一次击败糜道人之后，他会直接吞下藕包，迅速异化，头部破开，化成虫汁，变成了一副人不人虫不虫的怪样，果真是成妖捷径没错了。口吐毒雾，又好似没了脑袋，找不着北。在我们击败他之后，毒雾散去，化回原形。这个时候，山口的那只红蛇突然窜出，它化作了人脸蛇脖的模样，吸出了糜道人胸口的藕包，将其交予了天命人。接着便指引天命人去解救山中深处的故人。至此，我们也学会了法术藕包可以变化成虫妖战斗。来到紫云山的朝云顶，天命人见到顶上有一个巨大的血色藕包，只见慧月魔君从中破魔而出，一声圣人的鸡鸣打响了战斗。在天命人第一次打倒他之后，他会仰天长鸣，随即慧月浮现，千鸟飞离，天空中弥漫着血色。连入天际的丝线和下起的血雨，更是让天空蒙上了末日的氛围。慧月魔君也会变得更加凶猛，飞羽的攻击范围更大，还有一定的追踪效果。翅膀扇动，更是能挥出剑气，口喷毒雾，几乎要人性命，悟空利刃让人应接不暇。终于，天命人让他解脱之后，刚才的人头蛇身的姐姐红衣缓缓道出了相关的故事。这里红衣这个角色在原著中是没有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应该是结合骊山老母的故事，虚拟的一个后世的形象。他自己也说了，他来自骊山，与慧月魔君不对，应该说是卯日星官的母亲相识。结合隐神图，我们可以得知，当初有人从昆仑浪院向这里投下了2枚仙卵，仙卵被白眼魔君所得。他不知修炼了什么法术，竟然把卯日星官给打败了。白眼魔君把将死的卯日星官救活，意欲将仙卵喂食给他。第一枚仙卵沾上了卯日星官的鲜血，破茧而出，孵化成了人手金身的虫豸，也就是我们之前打败的情郎仙。另一颗仙卵则是被强行喂给了卯日星官，最后他被仙卵腐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还记得上一章亢金龙为了寻找卯日星官的下落而来到凡间吗？我认为这里的剧情应该是这样的：这蜈蚣精本来是被毗蓝婆菩萨收入了麾下，一直养在紫云山看门。后来他得到了大圣灵根，炼化成了白眼魔君，甚至背后还有其他高人指点，由此反抗了毗蓝婆菩萨，并且砍下了他的2只胳膊。后来也是用情郎卵化作了左手虫与右手虫。而卯日星官在天上得知母亲遭遇不测，立马赶回紫云山。没想到获得了大圣灵根的白眼魔君实力远高于他，被击败之后，任由他残忍腐化成了现在的慧月魔君。临终前念了一咒，将最后的运数留给了母亲，所以这里推测毗蓝婆应该没死，但是身受重伤无法来救他，便委托了红衣指引天命人来帮卯日星官做个了断。从慧月魔君的隐神图可以看到，白眼魔君的手里拿着一只金钗，卯日星官一看到金钗，心里恍然大悟，这金钗的主人肯定跟白眼魔君背后的高人脱不了干系。大家呢先别着急，等我们先继续过完游戏剧情，最后我会做一个完整的梳理和剧情推测。如果之前遇到毒敌大王的时候不打扰他，那么在这里对战慧月魔君的时候，毒敌大王就会主动跳出来助战，毕竟卯日星官曾经也是毒敌大王的仇人嘛。这里呢又是制作组设计的一个赛博斗蛐蛐。打败慧月魔君之后，红衣将天命人之前从八戒那儿得来的袖珍恢复了神力。
和之前的定风珠、镜子诀一样，都是原著故事中对抗最终 BOSS 时能助天命人一臂之力的法宝。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在下面没有管迷道人，直接上来打败了慧月星君，那么再次进入紫云山时就会发现迷道人和那些虫妖都消失了，只剩下几个小道士守在这里。毕竟呢，慧月星君好歹也是卯日星官变的，嗷一嗓子，虫子自然都是死绝了，合理。最后的最后，终于是要面对着罪该万死、贯穿全部剧情的白眼魔君了，就让天命人来终结这一切吧。来到金光院，在一片油菜花田里，蜘蛛模样的紫珠儿倒在了白眼魔君的面前求救。当初魔君让紫珠儿吞下了大圣根器以保全性命，然后利用连着的这根银针控制猪八戒的精神，引他进洞伺机吃掉，也能继续延长紫珠儿自己的寿命。魔君认为拿捏了猪八戒，天命人自然是翻不起什么风浪。没想到紫珠儿见到八戒念及旧情，下不去手。等天命人赶到之时，确实敌不过，没办法，只好找来师兄帮忙。膝下的几个女儿此时跪拜在二人周围，却唯独少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白眼魔君其实是利用了老猪和紫珠儿的这层关系，设作陷阱引诱天命人过来。既然已经完成了诱饵的任务，魔君直接卸磨杀驴，强行从紫珠儿体内将大圣根器取出，放回自己的体内，随即化身为人身无公尾的妖怪。可以看到，这里最先抬手的是大姐，因为她知道如果取出了根器，母亲定会遭遇不测。但最先跑上前的却是二姐，因为二姐自幼当男孩子教养，主管家中的买卖事务，性格呢也是比较强势有主见的。他回头看了看大姐，大姐却低头后退，不敢与其直视。当然也是因为大姐性格温柔平和，不愿与这魔君斗争。但随着二姐化身蜘蛛形态，几个姐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上前就与蜈蚣精缠斗起来，但最终还是不敌魔君，败下阵来。白眼魔君身下是蝎子的虫样，行动异常迅速，上身则依旧是人形，手持长剑四处挥砍，还能控制身旁的符咒进行远程攻击，时不时还钻入地底破土而出。在他的绝招金光显现之时，天命人使用法宝绣花针将其攻破。见绝招已破，白眼魔君将手里的宝剑吞入口中，之后的行动变得更为灵动，身体也更为轻盈，双手操纵符咒，能放出腾腾焰火，还能砸得大地震颤。但即使修得金光环绕，也掩盖不了本相之恶。一棍落下，我们终于击败了白眼魔君。随着战败，魔君吐出了身受重伤的紫珠儿，女儿们纷纷围了上来扶住母亲。八戒在远处远远地张望着，似与他口中那又黑又丑的小蜘蛛对上了眼，但却眼神闪躲，不愿相认。你还是和那时一样笨呐！母亲，母亲！有个彩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通关之后，我们回到黄花观紫云山入口的壁画这里，往里面走，大树后面的院子里多了一个墓碑，墓碑上面写着“慈母盘丝仙，紫珠儿之墓”。墓碑的挽联是“始知风尘苦，终离太真毒”。太真指的是杨贵妃，这里翻译过来就是说，早就知道这人间疾苦，最后还遭受了像杨玉环被唐玄宗始乱终弃那样的悲惨结局。字里行间里都表达了女儿们对母亲的惋惜和对猪八戒的怨念。墓前摆放了一颗定颜珠，很明显猪八戒是来过这里的。这个定颜珠在原著里面是在无极国国王身上，后来八戒把国王从井下救出来以后，就被他给拿走了。这里呢，就是猪八戒偷偷拿过来送给紫珠儿的。他内心对于紫珠儿还是有感情的，但迫于上面的压力，没有办法与女儿相认。他无法承受反抗的代价，不与女儿相认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八戒是愧大于情，紫珠儿是憾大于情。紫珠儿有憾，愿下辈子圆满；八戒有愧，愿下辈子无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虽然白眼魔君已死，灵根蛇上司也已经被收回，天命人和八戒还要继续往前赶路。但是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在盘丝岭背后隐藏的秘密真的让人细思恐极。弄懂这几个疑点是解开谜题的关键。一、鹤仙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二、白眼魔君的师傅是谁？金钗和仙卵是怎么回事？三、鹤仙人口中所说的天命人搅了上天的买卖，这买卖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鹤仙人何许人也。要知道白眼魔君的黄花观里供奉的是三清，也就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而元始天尊身边就有个白鹤童子，虽然他是《封神演义》里面的角色，但是也属于神话体系中道教那一卦的人物，所以我们大胆猜测，这个鹤仙人就是元始天尊身边的那个白鹤童子。他的地位很高，而且持一柄拂尘，一看就是道教的人。在王灵官的隐身图中有提到，天宫里有个辈分极高的老神仙，王灵官与他之间有些来往，合理推测这个辈分极高的老神仙就是元始天尊。而鹤仙子作为元始天尊手下的鹤童子，必然是能差遣得了王灵官的。而且呢，他还是一个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物，是大人物的嫡系，王灵官对他言听计从。画卷中也提到了，神仙做事多让耳目代劳，这个鹤仙人呢，就专门帮上面的人干一些脏活累活，比如带着新上任的卯日星官拜码头，比如来黄花观跟白眼魔君沟通工作安排，甚至是把四妹炼化成仙丹，他属于是天庭的白手套。结尾的画卷中，仙鹤旁边站着小妖，手里举着太上老君的扇子，这恰恰证明了鹤仙人就是道教的人，不管他是受命于太上老君还是玉帝，都属于天庭的人。第二个问题，白眼魔君的师傅是谁？在战斗中，白眼魔君阵亡的时候喊了一句师祖下来救我，说明他师傅能力还不够救他，得靠师祖才行。这个师祖必然是个大人物，而且还是不能出面的那种。战斗的时候，魔君还有一句台词，只要能吞噬其他根器，便可不受昆仑摆布，更是说明他现在还是在为昆仑的人做事儿。要知道这昆仑浪院本就是王母的地盘，仙卵是师傅给他的，师傅肯定也是昆仑的人。在击败天命人时，白眼魔君有一句台词，有太真护我，多少天命人来都照杀不误。我找了一圈，发现能跟昆仑扯上关系的太真就是这个太真夫人，她是西王母的女儿。白眼的师傅是王母的女儿，那王母自然就算是她的师祖了，所以她才能为王母做事儿。金钗和仙卵都能借女儿之手拿给她。根据画卷的说法，当初毗蓝婆菩萨收复了白眼魔君之后，求在紫云山，上面的人也就是王母娘娘求情，白眼魔君才得以生还。王母娘娘想要保下他，也是为了日后好帮自己在盘丝岭这块干活。白眼魔君杀害卯日星官时，手里拿着金钗，卯日星官一看就明白了，这个金钗就是王母娘娘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就是王母拿了金钗划出了一道银河，在这里呢又送给了白眼魔君，协助他打败卯日星官。在这第4回的故事中，我认为主要有3股势力，每股势力的立场和目的都不太一样。一是以鹤仙人为代表的玉帝、太上老君一方，二呢是以白眼魔君为代表的王母娘娘一方，三是以毗蓝婆菩萨代表的佛教一方。在魔君得到大圣灵根之后，他想要利用紫珠儿和猪八戒的关系引诱天命人过来，好把他除掉，然后夺得天命人手上的其他灵根。鹤仙人说，你们这点心机玉帝其实都知道，不管呢，主要是为了给王母娘娘几分面子。然后这里有个我觉得很关键的话，娘娘的意思，便宜那边占的太多，正好连本带利收回来。那结合上下文，前面这里白眼魔君利用紫珠儿和猪八戒的关系，用灵根和绣花针做了一个连通器，为了控制猪八戒，然后引来天命人。鹤仙人所说的心机对应的应该是白眼魔君的这句拿捏猪头，让天命人翻不起风浪。然后白眼马上要说到娘娘的意思，也就是说娘娘说的这个话肯定是跟天命人有关的。我个人认为，这里说的那个占便宜的那边，指的应该是灵山的佛教势力下，黑熊精、黄风怪、黄眉他们几个得到了大圣灵根，连本带利收回来的意思是，前面那几个大圣灵根没保住，现在都在天命人的手里呢。只要拿下了天命人，自然就能收集其他的灵根。另外，在第4回的故事中，主要受害的正面人物是谁？是毗蓝婆菩萨和卯日星官，他们都是曾经在西天取经路上帮助过孙悟空的人。隐身图里面有提到，卯日星官是悄无声息的走的。我前面说他是为了回紫云山救母亲，这里其实并不矛盾，他回去救母亲可以间接视为天庭的安排，因为母亲就是被天庭派去的人给伤害的，也是为了引诱他下界好处理掉。这个悄无声息代表的就是天庭知道他下去了，马上就能替换一个自己人来顶替他。金钗和仙卵都是王母给的，
作用呢就是为了处理掉现在的卯日星官，换上自己的人。新的卯日星官一上任就被贺仙人带着拜码头，表明了是贺仙人的人，是王母的自己人。为什么要换人呢？因为王母要在紫云山，要在盘丝岭黄花观这里搞自己的买卖，定然不能由以前的不是自己人的神仙来坏事儿，得安排自己人来接应嘛。而且在这里贺仙人提到了一句，事成之后魔君可以走，但是蜘蛛精得留下。为什么蜘蛛精得留下呢？因为他们属于是这个天上买卖中关键的一环。还记不记得最开始花果山与二郎神一战那句非常重要的三界六道都毁在这长生不老4个字上？要知道神佛并不是天生就长生不老的，一方面他们需要被凡间供奉者靠香火进补，另一方面可以靠蟠桃、仙丹还有镇元子的人参果，这些都是可以长生不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灵吉菩萨会降罪于斯哈里国的国民，你们都不供奉我了，不给我香火了，都去崇拜那黄毛雕鼠了，我还怎么延年益寿长生不老呢？香火是人间的，是要靠自己的业绩去争取；人参果是镇元子的，人家靠这个掌握自家经济命脉；蟠桃是天庭的，而且还需要9000年才能成熟；仙丹呢是太上老君的，其实也属于是天庭的财产之一，而且这个玩意儿是可以再生的，是能主动炼化控制数量的。但是炼金丹需要材料，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才能炼出大增寿命的金丹呢？我们都知道啊，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是可以炼妖为丹，贺仙人也说了要拿4妹炼丹这种话。OK， 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蜘蛛精一家，尤其是二姐掌管的，表面上是做着纺织的买卖，实际上是在做炼丹的生意。纵观整个盘丝洞内，处处遍布着卵和茧，还有各种看守的小妖，妥妥的一个孵化园啊！盘丝洞里宝塔上的符，这个符的形态暗示了施法者的道教背景，而且蕴含的法力极其强大，就是为了束缚和限制这里妖怪的自由。贺仙人在我们把符咒都撕掉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要拿4妹去炼丹，而脚下正好是放了一颗仙丹，写明了是老君仙丹。我们再看看这个仙卵也是王母给的，作用1，度化有罪之人，把卯日星官给魔化了；作用2，孵化出情郎仙之后，情郎仙的卵可以用来把人变成妖，这里呢就是完成了炼丹原料的制作。卵孵化出来的凡胎情郎仙会做茧，茧会吐丝织布，这里呢是供应了纺织生意的原料。结合几个道士和迷道人的隐身图，我们可以得知，黄花观每10年就会招募一堆道士，以得到飞升为诱饵，诱人修炼。盘丝洞里的情郎仙负责产卵，同时能够把修炼者培养成妖，最后贺仙人回收这些妖，修炼成仙丹。所以在这个仙丹产业链中的完整链路就是黄花观招人，盘丝洞炼妖，兜率宫炼丹，整个地盘成为了给兜率宫提供原料的养殖场，最后受益的就是玉帝和王母，他们掌握了仙丹，就是掌握了神仙的命脉，就能管理所有的神仙。蟠桃会吃的不是蟠桃，是人情世故，炼得仙丹者才能掌握真正的实权。但是你看啊，神仙吃丹就是吃妖，吃妖其实就是吃人，这就是天上的买卖，一切只为了长生不老。第2章灵吉说仙佛人妖有别，我们不太理解。再看看这一章，它不就是活生生的妖吃人神吃妖的例子吗？再回到游戏的最后，你以为你打败了整个黄花观盘丝岭的妖王，但其实所谓的妖王也只不过是棋子中的佼佼者罢了。关于黑神话悟空后面几章剧情的讨论，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说法，很多人都说第4章的内容开始崩坏了，关于爱恨情仇的描写把大圣的角色形象给拉垮了。这里我稍微剧透一下大家讨论比较多的第6个动画里面白骨精抱着孙悟空的这个画面啊，很多人接受不了孙悟空和白骨精谈恋爱，觉得大圣就应该是铁血汉子，摆脱七情六欲的圣人。但其实就算是神仙也有眷侣，也是可以成亲生子的。就比如说像是非常经典优秀的这个西游二创《大话西游》，其中最意难平的4角恋贯穿整个故事。白晶晶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喜欢紫霞仙子，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你以为你爱的是同一个人，实际上已经相隔了500年。白晶晶被臭猴子伤得那么深，却依旧放不下，等他来救自己，最后被春三师娘哄骗，说孩子是至尊宝的，而气得自杀身亡。紫霞仙子被逼与牛魔王成亲，所以等到了意中人踏着祥云来见自己，却无法善终。故事的最后，孙悟空放下了执念，陪着师傅继续取经。城墙上2人对他的评价，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这不就跟游戏中老猪临走时被骂蠢的情形差不多吗？同类型的2创还有《悟空传》，我是2015年看的小说，当时被悟空受尽磨难，万劫不复也，宁死不屈，要等紫霞来见他，但紫霞却被天庭利用，击溃了孙悟空心里最后一道防线而暴毙的剧情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段描写我至今还挂在朋友圈里，每看一次都会哭出来。对于我来说，孙悟空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我觉得他就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丰富内核的一个人物，他不应该被简单的去定义。诚然，这些都是同人2创，大家可能觉得不够格，但央视动画版本的《西游记》中也存在类似的剧情。
孙悟空还在当弼马温看管蟠桃园的时候，发现七仙女中的紫仙子因病没来摘蟠桃，就私自拿了个蟠桃让其他仙子转交给紫仙子治病用。紫仙子呢自己背了全锅，被王母罚入监牢。悟空不忿，大闹了天宫。到后来小西天的时候，孙悟空被黄梅的法宝金箔夹住了脚踝，是紫仙子拿了王母的钻石来救了他。结果猴子的脚拿出来了，钻石卡在金箔里了。孙悟空怕王母责难仙子，还邀请他跟自己一块去取经。等黄梅被收服之后，弥勒打开金箔拿出了钻石，还帮大圣给王母求情，才放了紫仙子。就算哪怕是在《百回西游记》原著原文中有相关的隐晦，蜘蛛精的丝线和蜈蚣精的金光对于孙悟空来说就是欲望勤劳。他虽能战胜欲望，但却撞不开感情。《西游记》本身溯源玄奘法师，新的故事怎么写，取决于故事的时代背景和当时人们的想法。包括《百回西游记》原著的本质，其实也是通过西天取经前后的佛道两教的斗争，来映射明朝中叶的黑暗社会和官场。在黑神话悟空中，每一个章节故事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每一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3章讨论了贪嗔痴慢疑，讨论了妖佛善恶，讨论了修行之道。你说成佛要放下七情六欲，但你没说放下七情六欲需要经历什么。所以到了第4章，则展示了这些东西到具体的一个人、一段感情上，时代的一粒沙子上应该会是怎么样的。有人觉得第4章的剧情很烂，但我觉得第4章只是通过放大镜去观察众生罢了。情也好，爱也好，有没有圆满的结局也好，这些不过都只是人生修行之路的一环罢了。众生皆苦，人人都有自己的羁绊、烦恼和执念，这些东西最后交汇在一起，影响所有人的命运轨迹。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并不是将强烈的单一的价值观赋予一个角色，你需要去感受不同的角色和想法，才能导出一个你自己理解的故事。我是你们的啾啾，如果你也喜欢黑神话悟空，如果你也喜欢听啾啾讲游戏剧情故事，你们一定要记得3连加关注。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解第5回日落红尘，看看在火焰山天命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